相公，我们跳舞吧。来嘛！丰泽耀已经去过实验基地的废墟了，他若是想找到新的实验基地，那份图纸就是最好的诱饵。我是面具盗图，人赃并获的好戏就要开锣喽！辛苦你了。 那我先告辞了。今天晚上月圆之夜，你俩命犯桃花啊！有没有看见我相公？ 你为什么不回答？你刚刚勾引我相公了，对不对？大小姐，他是我的。品味真差。看见我相公在哪儿吗？你长得最帅，我相信你。看见我相公没？
这里。哎呦，我的宝贝闺女，谁把你打成这样啊？他们啊！该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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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阿四说，前些天有人来这儿找过你。哦，是面具公子。有什么事儿吗？ 他给了我一个地址，是石川秀吉在滨江县的住址。所以呢？所以，我们约定好今天晚上在金先生的墓前碰面，去一探究竟。不行，绝对不行！苗班主，地址的真伪有待查明。就算要行动，你尽量也别参加，免得像上次一样暴露了身份，惹来麻烦。可是他会去的。他是谁？你连他的真面目都没有见过，就担心他的生死了？ 他救过我，我相信他。所以你为了报恩，就要陪着他去送死，甚至不惜罔顾你应当完成了使命了，对吗？那您总得让我去阻止他吧？你最好按兵不动，哪儿也不要去，别把金雪瑶就是水寒冰那层窗户纸捅破。记住，这是组织上最高机密。何况对方还是一个不以真面目示人的神秘男子，在最终没有确认他的身份之前。 你绝对不能对他敞开心扉。我知道了。地址呢？我说地址呢？太平路32号。我马上安排人去踩点，你早点休息啊。 司令，没事儿，疼就好，皮外伤。你懂个屁！我有经验呀。好在是有惊无险呐。冯小姐，我想问你一下，你刚才不是在门外跳舞吗？为什么突然间会出现在那边呢？我找我相公啊，谁知道碰到这种倒霉东西。钟泽耀没跟你在一块儿啊？没有。 我们刚刚在一块跳舞喝酒，后来他就不见了。那你就没找到他？没找着。他不会酒后乱性吧？也不是没可能。你带人去，把疯子药找出来。走。别找我！相公。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我在找你被人打了，我好可怜。我酒喝多了，在客房睡觉呢。睡觉？跟谁啊？我自己啊，还能跟谁啊？骗人！过来让我闻闻。你爹还在呢。行了，林丫头别闹了。你刚才在客房里睡觉啊？没听到点啥？听到啥？我就听见他们跳舞、喝酒。哦，对了，有几个小年轻要跑到客房里去亲热，被我都轰出去了。
您要听的是这个吗？以后你到哪儿去啊？跟林丫头打个招呼。你看这林丫头急的，哎，就是呀。是，我知道了。司令，酒喝的头疼，我能先回家吗？回去吧。林丫头，你是在府上疗伤啊，还是跟你相公回去啊？当然跟我相公回去了。哎，注意这伤口别沾了水啊！哎，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各位，我们先走了。女大不中留啊！司令，我去跟着他们。长点脑子好不好？他要真是面具侠，不是打扫京城了吗？你跟着有什么用啊？废物，蠢货！现在不是沮丧的时候，只有找出面具背后的那张脸，你才能够洗刷今天的耻辱。知道。面具侠给出的地址依旧牵动着水寒冰的心，太平路32号。他知道，今晚那个人一定会出现在这个地方。现在，他必须做出决定。时间正在1分1秒地流逝，距离约定的时间已非常接近。自己是去还是不去？去，苗河谷已严令按兵不动；不去，大好机会浪费不说，只身一人的面具侠会不会……想到这儿，水寒冰心头一震，他即刻决定，立刻动身。面具侠若因他而遭遇不测，水寒冰将无法原谅自己。门把手上残留的指纹，立刻令龙锁的精神振奋起来。有了这个证据，他就可以通过指纹对比证明丰泽耀就是面具侠。此前自己所遭受的误解与屈辱，终于迎来了翻身的机会。龙锁暗自窃喜，这一次，不论面具侠多么神通广大，也在劫难逃。浑身好痛啊！好了好了，到家了，上床睡觉吧。干什么啊？人家跳了1个晚上的舞，流了好多汗。洗个澡不就完了吗？可是我爹说了，我受伤了，不能乱碰水。好好好，我去叫雨晴啊。啊，雨晴睡了。睡了把她叫起来啊。人家明天早上要起来干活啊，这样不好。那你说怎么办？我要洗澡。我想，
立刻送到军部检查。快去啊！相公，你给我的金疮药膏好好用哦，我现在脸上我觉得也不疼了，也不肿了。相公，你还站在外边干嘛呀？人家都等你好久了。你闭着眼睛干嘛呀？我是用手帮你洗，又不是眼睛。毛巾给我。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你洗完了吗？洗完了呀，可是人家身上的水滴，你还没有替我擦干净啊。这点水，风一吹就干了。我那么娇弱，会受凉的。那你进被窝里啊，被窝里暖和。那你陪我一起进。我不行。男人怎么可以说自己不行呢？不是，玉玲，我真不行，我真不行。玉玲，你冷静点啊！我真不行，玉玲，我不行，玉玲，我真不行，玉玲，我不行，玉玲，不要害羞，来，哎，玉玲不行。小伙子，放开我！小伙子，放开我！小伙子啊！小核桃，放开我！少奶奶，你慢慢洗，咱们走。拜拜。风可让你给我回来！三个。对，其中一个是冯司令的。根据冯司令在证件上登记的指纹，已经确定了。他进门之前拧过门把手。另外一个，我想应该是冯玉玲吧。那剩下的那一个，面具侠。雪瑶什么时候出门啊？早1个钟头前就走了。那我得赶紧了。谁让你自讨苦吃？明知道冯玉玲难产，还答应替她洗澡。你是不知道，今天有一颗该是我吃的子弹，他帮我挡住了，就算是报恩吧。有那么凶险？何止凶险啊，差点回不来。司令接了吗？管家说他已经睡下了，谁的电话也不接。那怎么办？难道真的明天早上去军部汇报？实则生变，实验基地已经被摧毁一次了，我们承受不起再一次的打击，必须尽快找出面具侠，彻底解除我们的心头大患。可是司令那边……听我的，你马上带人去封家，就以协助调查的名义带丰泽耀去军部检验指纹。是。幸好啊，幸好，徒儿，你当时为啥没有推门进去呢？
这要多谢川岛英子啊。多谢他。郭少爷，我还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一位是我们大日本国最优秀的建筑设计师安井博文先生。初次见面，请多关照。幸会。幸会。那个建筑师有问题。他手上的老茧，只有经常握枪的人才会留下。我当时没有在意，可当我拧门把手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这一点。如果当时我推门进去了，这会儿我就在军部大牢受审了。看样子，川岛英子和冯司令一边在拉拢你，一边还在不断的怀疑你。那份设计图纸，也是为了试探你才故意给你看的。没错。徒儿，你确定还要和他们继续接触吗？这样可能会增大你暴露的风险。当然继续了，我连风碗堂都搭上了，我图什么？不查个水落石出，我绝对不会罢休的。你好像变了，徒儿。怎么变了？来不及了，我得赶快走了。你真的要夜探石川秀吉住处？川岛英子给我的图纸肯定是假的。我想我们的东西，最有可能的就是在石川秀吉那里。你们怎么又来了？风少爷呢？他不在。啊，在书房啊。风少爷，龙锁奉命前来。我都说了，他不在。风少爷，他怎么来了？去应付他。等等，风少爷，龙锁奉命前来。别在我们家吵吵。我公公婆婆身体本来就不好，吓坏了老人家，你负得了责吗？龙锁奉命前来，带风少爷回去跟我调查一下，还请少奶奶配合。我呸！奉谁的命？我爹刚为相公办完庆功宴，你现在就要带走他，你唬谁啊？就是庆功宴的事儿啊，需要风少爷跟我回去调查。怎么突然要带你回军部？他们知道你是面具侠了？不可能啊！我连卧室都没进。糟了！怎么了？指纹。感觉到危机的丰泽耀迅速折回密室，趁着冯玉玲与龙锁周旋的间隙，他利用小核桃的指纹，抓紧为自己制作好了一副假指模，以备不测。龙锁，我告诉你。丰泽耀是我相公，是冯司令的女婿，就凭你一个小小的行动队队长，有什么资格带走他？有没有资格不是风少奶奶说了算的。我说了不算是吧？我让我爹一枪毙了你，信吗？龙锁可以死，但是风少爷必须跟我走。你放肆！请风少奶奶让开。我告诉你们，今天我冯玉玲在这儿，你们谁都别想带走我相公。此事非同小可，您要是再不让开，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滚出封家去！带走了丰泽耀，龙锁自然会滚。找死！风少爷，你要让一个女人替你挡事儿啊？别当缩头乌龟了，出来！哟，这是在干嘛？风少爷，请您跟我回军部一趟，协助调查。相公，你回屋，我来对付他。女人家不懂事儿，让龙队长见笑了。协助调查是吗？走吧。
风少爷知道我找你来干嘛吗？协助调查，这不是你说的吗？调查什么呀？那你来告诉我啊！我们在卧室的门把手上又发现了一个指纹，这说明当时想进入房间的，除了冯小姐以外，还有另外一个人。你是在怀疑我？我猜你是看到了那张图纸，然后听司令跟我说图纸放到了屋里，所以想进去把它偷出来，对吗？可我要那份图纸干什么呢？那我就不知道了。你对实验基地这么感兴趣干什么呀？我感兴趣吗？我怎么不知道？你要是不感兴趣，为什么带着你的小跟班去废墟上瞎转悠啊？你在跟踪我？只不过刚好善后的人员看到了风少爷你。我明白了，你今天叫我来不是来协助调查的，你是想给我安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告我意图入室盗窃是吗？是不是莫须有，验完不就知道了？是。右手拇指摁一下。请吧。如果指纹吻合的话，那你的罪名可就不仅仅是入室盗窃了。具体是什么，我想你比我清楚。龙锁的言语令丰泽耀察觉到，这次受审并非意外。龙锁的目标非常明确，并且直指自己。这种怀疑是从何时开始的呢？丰泽耀回忆整件事情的经过，从川岛英子邀请他与雪瑶去府上做客，再到搜索废墟时发现的可疑身影，继而是庆功宴上故意掉落的新基地构造图，一切正如小核桃所言。当他通过接近川岛英子查找药物实验的线索时，川岛也在监视并试探着自己，他们处境相当，就看谁技高一筹。你在想脱身之计？对呀，你看看你这个破地方，我可不想死在阎王殿里。实话告诉你，虽然我差点死在面具侠手里，但看在咱俩主仆一场的份上，只要你坦白，我就可以饶你一命。你让我坦白什么呢？结果出来了。是龙队长。念吧。可是，大声的念出来。风少爷早就等不及了。是。经检验，门把手上的指纹和丰泽耀本人的指纹不相符。你说什么？我说不相符，龙队长。龙队长好像是有点不太相信自己的同事嘛。你确定没弄错吧？龙队长，我确定。
了。女儿啊，你是伤又重了，还是风泽耀又不见了？都不是，天塌地陷的大事儿。什么事儿？那龙锁去封家把我相公带走了。啊？龙锁把风泽耀带走干什么？我哪知道啊？您不知道这事儿？哎呦，女儿，我真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哎呀，我的娘啊！你看我爹现在老糊涂的，他的手下背着他，把我相公带走了，他还蒙在鼓里。娘，你还是把他带走吧。别哭，别说这话。你说这龙锁，每天不给我惹点祸啊，他就心里不舒坦的。铁宝，我带人去把他废了。我不是让你盯着他吗？你怎么盯的呀？我这不是伺候你吗？你伺候个屁！爹，都什么时候了，你跟这个怂包软蛋废什么话？玉玲，怎么说话呢？好歹我也是你舅舅。舅舅，你再说一遍是我舅舅，信不信我割了你舌头？爹，那个菊大牢就是阎王爷。要是我相公有个3长2短，你让不让我活了？我陪你去军部，到底什么情况？龙队长，你问也问了，验也验了，这协助调查也该结束了吧？准备什么时候放我回家啊？刚才我被关在书房外面的时候，你在里面干嘛了？告诉你，老话说得好，捉贼要拿赃，捉奸要成双。你什么证据都没有，你让我坦白什么？我说什么才能让你相信我就是你要找的那个人？我不知道，要不龙队长你教教我。风泽耀，你再给我装傻！以前一口一个少爷，后来改成了风少爷，今天叫起了风泽耀。我看你明天就敢骑在我头上拉屎撒尿，管我叫孙子！龙队长，你在辫子军练了一身好脾气啊！一切都是你自找的呀！那天在军部大牢救水如烟的脚印儿，还有死在你房间里的樱井惠子。今天你要是不把这些都说清楚了，你就别想活着出去。怎么着？你还准备来个严刑逼供？为了真相，逼供也没什么不可以的。龙锁，好大的胆子！相公，相公，你没事吧？他们有没有虐待你？你有没有受伤？给我看看。龙锁，听说你是奉命把风泽耀带来接受检查，你接受谁的命啊？哎，我怎么不知道？陈在荣，你知道吗？知道。不，我不知道，不知道。我该死，我该死，我假冒司令，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接着打呀！相公，你走那么快干嘛呀？哎，他找你干嘛呀？没把你怎么样吧？你是不是又得罪龙锁了？我跟你说话呢，你又不理我了是不是？哎呀，我告诉你，你以后要对我好点。你要是对我不好，哎，你看那是谁啊？真顽皮，相公。好，我知道了。你不要怕，龙锁，司令那边有我呢，没事的。
你先回去休息吧。师傅，人们回来，我去坟头看过，也不在哪。快帮我挡住他！小核桃，你干嘛拦我呀？相公去哪儿啊？不知道啊。小核桃，小核桃，你跟冯姑姑说实话，你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小秘密啊？少爷。厂长阁下。是你啊？刚才有人来过吗？没有。手电。下楼。你去干什么了？怎么才来？总比不来强吧？电是你断的，那还能让谁断呢？那你刚才……好了，我们现场东西。
是这个。你哪来的钥匙？石川秀吉房间偷的。那你不早说？我看你一脸有把握的样子嘛。教教还在吗？那么大的一个保险柜，就放了一张建筑图纸。怎么了？你失望了？你不失望吗？恰恰相反，我觉得我们找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我们可以通过它来辨定新的实验基地的位置，然后顺藤摸瓜，我想应该会找到更多东西的。根据图纸判断。 没窗户，窗户，没窗户，这就说明了他们已经排除了通风和采光的因素。再次，设计图上也没有屋顶和外围墙排水的设计，这就说明他们也排除了雨水的因素。设计图上体现了是由沥青灌溉的全防水设计。注意，这不是我们平常见到那种墙体外侧的防水设计，而是包裹整个建筑的全防水设计。你觉得滨江县这么一个干燥的地方，它要防什么水？还有一个最重要的。 整个建筑是由混凝土灌注的，一块石砖都没有，墙体厚实，且在2层有限的空间内，他们采用了比一般建筑更加粗壮的廊柱形来支撑，这就说明他们要防御更加强烈的土层侧向压力。没有通风和照明，没有防水和防压，那说明新的建筑基地在地下。孺子可教。 你太厉害了，这你都可以分析出来。正好，我也有一个修建在地下的秘密王国。真的吗？你能带我去看看吗？会有机会的。那等我们找到了新的实验基地，你就带我去好吗？一言为定。一言为定。 谢谢你。你知道他今天对我说什么吗？
他说谢谢你买黑肉。黑肉，嘿嘿，我丰泽耀是他的大英雄。一段伟大如史诗般的感情就这么诞生了。哎，他说的是面具侠，我就是面具侠。可他不知道，他会知道的。等我找到了实验室，完成了他的任务，我就把他带到这儿来。我要告诉他，我为他做过的所有事情。我要让他知道，我丰泽耀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再也不要做一个面具背后的缩头乌龟了。我要用我最真实的样子去爱他，就像他期待我的那样。亲爱的。Stop！ 你的纸模呢？向总，你没事吧？他们有没有虐待你？你有没有受伤？给我看看。哎呦，龙队，哎，龙队，昨天那事儿是不是你说的？昨天那事儿是不是你说的？昨天是不是你吃饭的时候跟二队的老赵提起那事儿了？是不是你？哦，是我，是他。龙队长，钱队长，对不住，我错了，我不该随便对别人乱说。昨天那个纸模是怎么回事？主任，怎么了？到底是不是丰泽耀的？龙队长，我说实话，不是他的。我验过那个没把手上的指纹啊，跟他的不一样。你再告诉我不一样！龙队长，真的不一样，真不一样呀！不是，哎，这不一样。龙队长，小心，稍安勿躁，大家都是同事，万一动了手，对谁的脸面都不好看。是不是你说？是不是你说的啊？让你瞎说，让你瞎说啊！还敢不敢了？敢不敢了？让你瞎说，让你瞎说啊！敢不敢了？对，他不敢了。丰泽耀，你身上有伤，别那么激动。我一定要将他碎尸万段。放心吧，在别墅啊，我又多安排了几个警卫，像昨天晚上的事情啊，不会再发生了。但愿如此。冯司令，我可以受伤，但是教授的安全必须得到保证。啊，对了，教授现在情况怎么样？昨天晚上转移回来之后，他一直都在睡觉。睡觉？那实验怎么办呢？哎，现在到底进行到哪一步了？放心吧，司令，他睡觉和我们睡觉不一样，我们是为了休息，他是为了不受打扰的进行思考。教授那边由我来盯着，而您要做的，就是尽快建成新的实验基地，揪出那个面具侠，解除我们实验进程中最大的威胁。他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狡猾，所以龙所为了求真相所采取的非常行动是值得原谅的，对吗？怎么你现在还怀疑冯泽耀啊？我怀疑一切难以解释的巧合。如果可以的话，回去跟令爱谈谈吧，谈谈昨天晚上离开之后发生的事情，或许会有收获。彼は言った。
実験のご愛に聞いた。順調だと伝えた。これは欲しいネズミです。川島君、幽霊2号のパワーとは、服用するとサンプルは完全に個体意識をなくし、同類と衣類を無視され、飼育者のみの命令に従い、薬物に完全依存し、ご主人に対して忠誠心を果たし、よそ者には残酷極めし、本当の幽霊戦士となるんだ。よかった、石川先生。では幽霊2号も成功しましたね。もうじき人体治験を終えば捕虜をすぐ運ぶように手配します。いや、捕虜は今回使わない。実験の安全を最大限確保するためにサンプルのスタイルを変えよう。サンプル変更？人間は8歳くらいで神経システムはすでに発達している。だから一番いいサンプルとは中国の言葉。我没去哪儿啊？没去哪儿，你一个晚上没回来，他也跟着消失了。你看他现在花痴的那个样子，你唬谁呀？你什么意思啊？你觉得昨天晚上我跟他在一起啊？你说呢？干嘛？又想泼我？来啊！来啊！本小姐今天心情好，随你说什么。冯玉玲，我昨天晚上不单和他一样一夜未归，我还接吻了 ，sweet kiss。至于他跟没跟人接吻，那我就不知道了。你问问你相公啊。我其实……饿不饿？吃饭！小姐，夫人和老爷还没来呢。哎，六叔，我爹娘怎么还没来啊？少爷，老爷说以后吃饭就不和大家同桌了，他和夫人自行解决。老爷还说，他以前坐的这个位置，少爷您若是喜欢，尽管去坐。好，我知道了。